10年的爱与陪伴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10年前的大梁抱着萌萌，10年后他又抱着萌萌的女儿。时间不仅没有让他对萌萌的爱减少，反而在媚珠的身上得到传承和延续。曾经的大梁奶爸带着萌萌在秋千上玩耍，萌萌突然一个飞扑扑向奶爸的画面还近在眼前。相隔近10年，还是这个秋千，现在是大梁外公带着媚珠在上面玩耍，而且媚珠也从上面摔了下来。估计大梁内心的感触要比我们都会更深一些。媚珠也很喜欢这个秋千，特别是秋千边的这棵小树，张大嘴巴一直在用自己的小奶牙去咬小树枝。看到这可爱的一幕，内心瞬间就温暖了很多。它真的可以治愈不好的心情。大梁说有人看着的时候，会多让媚珠出来玩耍，来释放她活泼的天性。自从有了媚珠，感觉大梁脸上的笑就没消失过，即便是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，也能知道她此刻在笑。这大致就是嘴巴笑到耳朵根的样子吧。大梁歪着脑袋看媚珠喝水的画面，眼神里的爱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但即便已经是当外公的饲养员了，也挡不住大梁调皮，他自己也忍不住经常撸媚珠。曾经还因为把媚珠撸出了狗叫声，所以被亲姐训了。他一大早带着媚珠在外面玩，被领导抓包后尴尬的收起手机的样子也很好笑，真的像极了上班摸鱼被领导逮个正着的尴尬场面。大梁带着媚珠玩玩具，感觉他比媚珠玩的还要开心。而且大梁和媚珠在一起的时候也经常碎碎念，以至于媚珠听太多了，开口就是哞哞叫声。这音色和大梁的声线简直一模一样，而且媚珠和大梁在一起时发出哞哞叫声的概率更大。也正是因为大梁对媚珠毫无保留的宠爱，也让媚珠变得越来越对他肆无忌惮，日常追着大梁咬，感觉此刻的他们都在因为彼此的存在而幸福着。女友变老铁更令金虎伤心的，恐怕就是自己现在还单着。老铁已经谈上甜甜的恋爱了吧？现在的普普和冰华每天都在上演甜甜的东北爱情故事，日常不是拉小手就是摸小脸的。金虎内心 OS： 清汤大老爷爱，命运怎么就这么不公啊？凭什么诈骗犯都能拥有爱情，而我金城虎却不配？而且普普真的很会哄女孩子开心，不仅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他有好吃的好玩的也都要给冰华送去。这天两小只正在玩闹，可能是普普惹冰华生气了。普普为了哄冰华开心，就让冰华咬自己的耳朵，即便自己疼到咬手背，那也愣是没躲开，也没叫一声，害怕冰华玩累了会饿肚子，还会给他打包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，从栏杆缝隙递给他吃。看到有意思的东西，哪怕是一根小树枝，也要屁颠屁颠的拿过去给冰华看。普普还会主动给冰华按摩挠痒，这任谁看了能不心动啊？而且他每次和冰华约会，都会精神饱满的冲过来，还要在冰华面前耍一下帅，情绪稳定又知道疼人。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在一只熊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理想型。这也难怪冰华被这个车座子迷得五迷三道的。有时候普普没出来，冰华还会守在墙边等他，会主动让普普摸自己的小脸。其实类似的事情我们金城虎也做过，只是方式不一样。普普是怕冰华饿着给冰华送吃的，而金虎是怕自己饿着来偷飞云的笋给自己吃。吐笋了，能不能够着？摸脸撩妹这样的事儿，金虎也干过，只是普普是在气愤到了女生同意的情况下，而金虎是在人家飞云睡觉的时候，生生的把人家扒拉醒的。飞云吼他2声不愿意理他，他还不知收敛，在作死的边缘反复横跳。于是他成功勾起了飞云的起床气，几个大嘴巴子扇过去，又咬住了金虎的头套。完咬上了，谁呀？你别咬啊，金虎啊！最后疼的金虎连连求饶，飞云才算高抬贵手放他一马。照这么来看，飞云和妙音都不喜欢金虎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果然只有当过女孩子的才知道怎么哄女孩子开心。金虎还是跟你的前女友学一学怎么哄女孩子开心吧，然谁带娃谁崩溃。原来熊猫妈妈也不例外，特别是长隆的菊笑妈妈，因为她一不小心生了个3胞胎。菊笑带娃的日常就是被3个废头子追着跑，脸上肉眼可见的疲累，以至于带完3胞胎后才13、14岁的菊笑妈妈连假孕都不敢了。看来这妈也是当得够够的。菊笑妈妈生孩子时也很搞笑，3胞胎中的大姐萌萌是晚上凌晨1点多出生的。萌萌的出生体重是90.5克，虽然个头不算大，但是因为她是第一只出生的，所以菊笑妈妈毫不犹豫的就把萌萌抱在怀里。过了2个多小时后，二哥帅帅出生了。帅帅的出生体重比较轻，只有83克。菊笑妈妈对比了一下，帅帅没有萌萌强壮，心想这么小肯定不好养，那就不要了也罢。所以任凭帅帅在地上来回翻滚嗷嗷叫，他也不去理会。饲养员见状赶紧把帅帅抱到了保温箱。又过了一会儿，3弟酷酷出生了。酷酷比较强壮，他的体重有124.4克，是3姐弟里最重的一只。菊笑妈妈定睛一看，
好家伙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！于是转手就把怀里的萌萌丢在了地上，把酷酷抱在怀里，任凭萌萌在地上翻滚嗷嗷叫也不理会。那个菊笑一看这个大家伙出来了，冲一下子就把那个萌萌就甩在地上，把这个老三兔兔给捡起来了。于是饲养员就赶紧把萌萌也带去保温箱进行人工养育，因为在野外的环境里，大熊猫妈妈一般只有能力养大一只幼崽，所以他们一般只会选择最强壮的一只进行抚育，剩下的就会被自然抛弃。但在人工圈养环境下，饲养员肯定会拼尽全力照顾好每一只幼崽，为了让它们都能吃到母乳，得到妈妈的照顾，饲养员会每隔几天进行一次换崽。在他们的精心照顾下，3胞胎都顺利长大了。当他们3、4个月大时，饲养员认为时机成熟了，于是就让他们同时出现在妈妈的面前。菊笑妈妈看着地上的3个孩子也是愣神，明明自己丢掉2个的，谁能告诉我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？怀里抱着一只，地上还孤勇这2只，3个小家伙经常互殴，菊笑妈妈每天都有断不完的官司，特别是3只小猪仔同时吃母乳的时候，肉眼可见菊笑妈妈的疲惫，也难怪带娃3胞胎后，菊笑妈妈好长一段时间不发情也不假孕，从此风度没再生宝宝啊。果然在芒女士的眼里，只要出现在莽家大院里的玩具都是她的，这个轮胎吊桥自然也不例外。昨天奶橙带领虫洞天团又给莽家大院上新了，这次是用8个轮胎打造的豪华吊桥，一行人忙活到晚上10点多，安装好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进行了消毒。奶橙还配文说，看看小五明天怎么耍。今天一大早，芒女士看到这个大玩具也是开心坏了，率先爬了上去，小五也不甘示弱，紧跟其后，试图咬住妈妈阻止她登顶，但小五的输出基本对芒女士构不成什么威胁。芒女士登顶后笑的那是一个开心，起初母子俩还能和平相处，各自探索，但这个轮胎洞口对小五来说还是略大了一些，一不小心就从里面漏下去了。芒女士还一脸的迷茫，我的好大儿怎么修一下就不见了？可能小五误以为自己掉下去是妈妈搞的鬼，于是再次爬上吊桥就要和妈妈决斗，一直晃动轮胎，估计是想把妈妈从吊桥上晃下去。但小五哪里能是芒女士的对手？芒女士借助自己的位置优势，几个连环掌把小五都快打蒙圈了。但小五这个犟拐拐那是越打越勇，最后直接被芒女士掀下吊桥。此后母子俩的吊桥之争方才正式进入白热化。小五扯住妈妈往下拖，好不容易把芒女士拽下去了，结果还砸在了自己的身上，这基本上就是打出了1000的伤害，却被敌人的反伤刺甲返回来999。后来又反反复复进行了几个回合。今天的吊桥之战，小五也是输惨了，坐在木架上独自 emo。后来走到妈妈跟前想求和休战，结果被芒女士一拳打出了360度转体。本来小五还能扒着木架挣扎着不想掉下去，结果芒女士又补了一掌，小五稳稳地掉在了吊床上。芒女士看到这一幕，非常满意的扭着屁股潇洒地走开了。别家都是娃废妈，只有莽家是妈废娃。曾经还因为小五是虫洞2、3级的独苗苗，害怕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因为没有玩伴而感觉到孤单，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想多了。芒女士可比年轻小熊会玩多了，这娘俩整天打得鸡飞狗跳，也因此成为很多人的快乐源泉。